一块巨大微蓝的透明立方体凭空出现，中间隐隐能看到那个少女的模样。哗啦，水块十字支撑瞬间倾泻开，丧尸犬被猛地冲了出去，潮湿滑溜的地面竟让它一时站不起身，有些滑稽的原地摩擦着。原来如此，它是跳进水里穿越，所以把周边的水也传送出来了。这点水对人影响不大，但是对体重不到40斤、脚抵着面小的狗却可以造成很大的冲击力和控制效果，真聪明。我抓住行李箱盖了上去，将丧尸犬死死扣住。它的力气倒是没我想的大，大概是因为被开膛破肚，吃再多也没办法长肉吧。白发男拿出刀估摸着狗头的位置，做事要刺破行李箱结果它。别，留着还有用。我朝杀人犯的房门看了看，白发男略微一愣，很快点了点头。我回到空间，拿出一个不算重的行李箱压了上去。走。我们猫着腰轻手轻脚地朝着楼道门走去，房间里静悄悄。虽然杀人犯不怕痛，但是毕竟是血肉之躯，白发男对他的那2下应该还是造成了不小的伤害，这回应该在休养生息吧。我们刚走进应急门，就看到行李箱啪嗒掉在地上，丧尸狗正开行李箱爬了出来。我们用绳子将人牢牢捆死，丧尸狗在那边扒拉了几下，不甘心地咆哮几声就放弃了。这丧尸狗虽然算不得厉害，但是毕竟是尖牙利爪、全身病毒的野兽，比普通的丧尸灵活很多，哪怕只是造成很小的伤害也是致命的，多少能稍微牵制一下杀人犯吧。楼道间躺着好些个被斩首的丧尸残骸，看来这10来天里，幸存者们为了越来越稀少的食物也没少冒险，只怕现在楼里的幸存者已经屈指可数了。白发男住在1701，是杀人魔1601的楼上。我找了些绷带和酒精，给他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，又给他喂了几粒消炎药和抗生素。现在这条件估计很难接中破伤风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空间的？你也有吗？我们都死过一次，不过看起来你好像并没有之前的记忆了。他的话让我有些懵。你的意思是你重生了？白发男点了点头，他似乎又突然想起什么，脸色变得有些沉重，眼神中甚至有一丝愤恨。那个中500万的就是你？是的，那个中奖号码跟我追的号只差了2个数，所以当我发现我好像重生后，就买了一组。还真不贪心，那你囤的物资呢？几百万该不会就买了这么点吧？白发男看上去有些尴尬，他把自己重生的事说了一遍。他叫李奥鸟，在他之前的记忆里，丧尸病毒爆发后的第15天，弹尽粮绝的他出门找食物，没想到砍杀丧尸时被1701大叔偷袭，被捆起来当成了预备粮。杀人魔大叔似乎对那个卧室很感兴趣，除了吃饭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面。直到第17天，我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在他的提醒下，我成功反击了杀人魔，但是也身受重伤。紧要关头，我抓住他，让他别动，说自己有空间可以带他走，却只是自己凭空消失了。杀人魔也恼羞成怒地杀死了他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居然是末日前2天。起初他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又长又离奇的梦，然而接踵而至的电话里，相同的话术，同一地点的车祸现场，都无一不在提醒他，他好像真的重生了。于是他去彩票店买了一注梦里那个500万大奖。只买一组是因为听说同一个号码中奖太多，会有很大几率引发一种量子层面的神秘效应，导致彩票号码发生变化，而且钱太多花不完，在末日没有价值不说，还容易被人盯上。所以他谨慎的只是买了一注，因为是周3领奖，等他奖金隔天到账，距离周5凌晨丧尸爆发已经只有不到1天。有限的时间里，他只能尽量避人耳目的分批次买了一些必要的物资和食物，又加价加急换了更安全的防爆防盗门。他不是没想过来提醒我，跟我合作用空间囤物资，但是那几天作为初入职场的新人社畜的我，连续加班到周5凌晨，丧尸彻底爆发前一会才会回去。他问保安大叔电话，考虑到他才入住不久，保安大叔只怕他要骚扰我，所以没有告诉他，甚至连有楼栋微信群的事都没告诉他。丧尸末日如约爆发后，人人自危，他也不例外。这次他没有为了物资出门砍杀丧尸，
所以也没落到杀人魔手里，只在第17天掐准时间上门救了我。我听得目瞪口呆，但是又总感觉哪里有些怪怪的。你知道这里这么危险，为什么不找个偏僻人少的地方苟起来？这样也不用担心囤货被发现，也不用去面对这种可怕的变态杀人魔。我想救你，总感觉这个末日在哪里，最终都难逃一死。只有找到你了，才有活下去的希望。我一时语塞。虽然我有空间，但是我真的也只是一个普通人。空间是我那个不靠谱的老妈给的，也许她知道点啥，但是丧尸爆发后，我就一直联系不上她。白发男点了点头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没听懂我的话，从他看我的眼神里，明显还是觉得有空间的我，在这个末世肯定有特殊的意义。我叹了口气，又忍不住抱怨：哎，你来就来吧，为什么不能搞点枪支、电击棒、大刀之类的厉害家伙？网上的东西物流赶不上，市场里又根本买不到管制物品，连在超市里多买了几把菜刀都被要求登记身份了。这么难的吗？那不然你就去报假警，栽赃他，就说他偷你内裤，把他弄去局子里做笔录，关着等死也行啊。不是你。我比了个嘘声，窗外隐隐有一些声音，很快变得清晰起来，是直升飞机上有人在广播。这里是 A 澳区特殊小组救援直升机，目前条件有限，请幸存者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基础上，前往顶楼楼顶等待救援，救援将在半小时后展开。刀从应急门的门缝里伸了出来，将绳子和拖把棍齐切断。杀人犯脸上挂着一丝愠怒，他的左手被整齐地切掉了半截，看起来是被丧尸狗弄伤后，为了避免感染，第一时间斩断了受伤的手。时间紧迫，在凹鸟的指挥下，我没几趟就把房间的物资都挪进了空间。谁也不知道获救后会怎样，这样的末日下，只怕就算是军队里，物资肯定也很缺。我们悄悄走出门，外面很安静，隐隐传出来的丧尸动静，主要还是集中在10层、11层以下的楼层。只要没有很大的动静，问题应该不大。18楼的应急门用 U 型锁锁住，我脑中闪过1楼大门的 U 型锁，心里隐隐有些不安。果然，通往楼顶天台的门大开着，一个高大身影站在那里，是杀人犯。他的脚下放着那个盛血的桶子。不等我们反应，他猛地踢翻桶子，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呵呵，好好享受我给你们的回礼。他猛地关上门，随着一阵阵丧尸的嘶吼，楼梯间里响起杂乱而众多的脚步声，浓厚的血腥味让楼里所有的丧尸都躁动起来了。他们嗅着味道，顺着楼梯间疯狂地朝着楼顶涌来。这锁一下打不开的，你别管我，这次真的别冒险了，也许我还能再重生呢。那个，其实我挺喜欢你的，虽然我们以前没说过话，只是电梯里见过几次。什么？我是说这锁。没什么。我能携带的东西对大小和体积有一定的要求，之前搬运床什么的都失败了，但是体积不小的沙发却成功了。这个门连着墙壁没法转移，但是只要把 U 型锁举起来，不跟其他东西接触，要转移走还是很容易的。我们刚关上18楼的应急门，他们就已经冲到了门口，巨大的冲击力几乎要将整个门掀翻，我只能快进快出的挪出一些小家具顶住门。这水我空间多的是水。我看出来了，快走，半个小时马上就到了。距离救援应该不到20分钟了，我们得尽快赶上顶楼。走廊栏杆离顶楼有点高，外墙也没什么能攀爬的地方。1801的门大开着，门锁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看样子这个住户是不小心给丧尸开了门。这户全屋都装了防盗窗，出不去。我去看看能不能撬开隔壁的房间。等一等，我突然想起那个坠楼的人，我楼上是杀人犯1601，在楼上是李凹鸟1701，那坠楼的只可能是这个1801了。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卧室防盗窗上有个逃生的小窗虚掩着，应该是业主看到丧尸后，第一时间跑进了卧室反锁了门，但是眼看木门不经撞，便惊慌失措下打开小窗想要爬出去，不知怎地就掉下了楼。违规搭建的外凸的防盗窗很适合攀爬，透过化妆镜，我们看到杀人犯在楼顶设置了一些求救标识。他突然警惕地抬头看向围栏边缘，
悄声走了过去。滴滴滴，是定时的闹钟。他瞳孔一缩，猛地低头闪过了利刃，转身掐住李凹鸟的脖子，竟单手将他提起，重重地砸在地面上。他想去拿刀，一个套索直接套上了他的脖颈。他反应很快，一把抓住了套索。等我猛地拉绳，绳索和脖子间还是被手撑开了不小的空间，我只能用脚蹬着围栏拼命地收绳。他一时没法挣开，只能被我拉着倒退，靠到了围栏上，一时间脸涨得有些通红。凹鸟摇晃着站起身，刚才落地的冲击让原本就失血过多的身体已经快透支到了极限。他拎着刀走过来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将刀深深扎进了杀人犯的心口。杀人犯挣扎了2下，头一垂，不再动弹，看上去像是不行了。李凹鸟也脱力地半蹲了下去。他死了。你确定？也许他的心脏长得另一边。李凹鸟看我满脸认真，有些无语，他还是伸手摸了摸他的脖颈。死透了。不远处传来直升飞机的轰鸣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，怕直升飞机漏掉我们。我举着一块颜色鲜艳的板子拼命挥舞，身后一阵低吼声让我浑身一僵。死透了的杀人犯居然晃悠悠地站起来了，是丧尸，他变成丧尸了。被丧尸狗咬了后，虽然他砍断了手，看来还是没能逃过一劫，只是稍微延缓了变异的速度。丧尸缓缓抬起头，灰白的眼球很快锁定了已经无法起身的李凹鸟，飞快地朝着他冲去。李凹鸟，砰！杀人犯丧尸被我撞了个趔趄，下意识要来咬我，我就是拉住绳子用力一蹬，身体瞬间翻过了围栏。丧尸也被我近100斤的体重直接带飞了。何小天！直升飞机上落下了吊索，2个救援人员跳了下来。就只有你一个幸存者了吗？是的，只有我了。我重重地砸在草地鞋垫上，有些晕乎，但问题不大。拉着杀人犯坠楼后，我的身体悬空下落了1秒左右，就移入了空间。根据自由落体公式，1秒钟下落约为4.9米，差不多有1层半楼高。如果下次没有控制好进来的时间，或者身体在空中翻转头先着地，只怕都能当场嗝屁。为了增加容错率，我只能在跳进湖里的同时出去，这样下次进来还在湖里，哪怕手速慢了，一次下落个7、8米，应该问题都不大。靠水这边的空间比我想的宽，几次闪入后，我姿势不太美观的成功落地了。丧尸还挺多，周边一时也没地方躲藏，眼看他们朝我扑来，我只能再次回到空间。完了，现在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况，如果贸然出去跟丧尸来个合体，就完蛋了。只能先等等了，这些丧尸饿了应该就会走开吧。休息了2天，我开始重新考虑出去的问题。虽然脱离凹鸟的福，短期是不用担心食物问题，但是那样的救援不知道会有几波，持续多久，一直待在空间只怕会完全错过。我打量了一下周围，突然灵光一闪，有了！只要站高一点，刚好碰到丧尸的概率就很低了。也许是城市里的活人几乎没了，丧尸们好像都不怎么活动了。之前那一大群眼熟的丧尸还围在这里晃悠，闻到我身上的活人味，他们拼命地跑了过来，我只能绝望地再次移回了空间。在空间吃吃喝喝又过了快1个月，单调的生活让我有些抓狂。给自己做足了思想工作后，我抱着不成功就成人的念头，打算再试一次。没想到周边居然干干净净，不仅没有丧尸，甚至连地面似乎都被人精心打扫过。一些家具和车辆形成一个简易的围墙，将丧尸们隔离在外面。我一转身就看到了一张灿烂的脸。你再不出来，我都快把那个小超市吃空了。你怎么没走？不是有直升飞机吗？我说过了，跟着你，活着才有希望。我扶额，我的秘密你没有告诉别人吧？当然没有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1个月前，救援的人告诉李凹鸟，最近的幸存者基地在 B 市郊区的意见山联合监狱，那里已经恢复了基本的社会运作，只要自行前往那里就能得到救助。